馬總統的例子是說，他在訪問的時候，他會一直重複某一件事情，一句話會20分鐘，一個問題重複了4遍，一直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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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個問題，那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警訊嗎？对，这是一個值得注意警訊。不做不重要的事情，你也要講5、6遍，那就有問題了。我們說，今天我來刮舌苔，你刮舌苔，問一下，你拿刷子刮你皮膚。你刮了以後，其實是不是有傷口？不能刮舌苔，不能嘛？你刮了都有傷口嘛？你想想看嘛，你皮膚拿牙刷，我今天才知道我做了很多錯事。這些細菌呢，它會經由各種傷口進入我們腦袋瓜裡面，我們腦袋瓜就會分泌的貝塔類澱粉的前身去抵抗它嘛。對多了以後呢，它就會結塊嘛，然後傷害腦細胞嘛，所以讓你產生阿茲海默嘛。尿酸過高是因為水果吃太多。水果吃太多，果糖吃太多，所以尿酸高。難怪我的尿酸很高。不過這東西我也不能太大聲講，因為叫那個賣水果的人就不高興嘛哈。蕭旭晨為了自保，不斷地強調馬英九忘記了，他講過很多的話，做過很多的承諾，他都忘記了。而蕭旭晨這個不斷地強調馬英九忘記了，就凸顯了馬英九辦公室一個不能說的秘密，那就是馬英九是不是已經有失智的傾向？馬英九如果這個有失智的傾向，他已經失智多久了？而這個事情也讓整個社會非常的震驚，因為馬英九是這個社會的精英，他非常喜歡的運動，他也非常的自律。如果連馬英九都有可能這個失智，都有可能有阿茲海默症的話，以他這樣的人都可能這樣子，你跟我有可能躲過阿茲海默症的毒手嗎？那阿茲海默症對所有人來講，那真的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嗎？好，在今天我們特別請到了在醫界裡面有醫界的福爾摩斯之稱的元鼎診所的曾清源院長來參與我們的討論。院長你好。寶傑好，全國觀眾大家好。好，院長，剛剛講的就是大家很嚇到，就是說馬英九現在傳出還有失智，是因為他的幕僚說你跟我承諾的事情你都忘記了，而且你就會注意到說馬英九這一段的時間裡面都沒有任何的出現，連他非常喜歡的寫春聯公布，連他1月13號到蔣經國的這個陵寢頭寮去這個那個謁陵他都沒有，所以大家就會打一個問號說他到底怎麼了？所以大家非常的驚訝是說，連馬英九這樣的人，他這麼健康，然後他這麼愛運動，他長跑，他游泳，甚至之前的台大院長也是這樣子。如果連他們都沒有辦法躲過阿茲海默症的話，那我們每個人是不是都非常危險？難道阿茲海默症是一個沒有辦法逃脫的這個疾病嗎？不是這樣子啊。那個阿茲海默哈，我們會講的簡單一點，叫失智好了。是，因為阿茲海默是失智裡面的一種了哈，只是最常見而已。好，那失智呢？那個它的發生原因就是說，就是說該做對的事情你要做對，不該做錯的事情你不要做錯。什麼意思就是它原因很多了哈。那個醫學裡那個最近的期刊有那個分析出來，大概有14個原因。14個原因哈，像比如剛剛講說，他日理萬機，常常動頭腦，對不對？對。這是好處。假設你有這樣做的話，你可以減少失智的風險20%。那很好。他們剛剛你講的那2位名人，他們都是日理萬機嘛，哈。是。OK， 這很好，這是做對的事情。那運動有幫助哦。那個我們這個科學上也就是說，你如果說做這個中等到強度的運動，每個星期做35分鐘的話，你可以減少40%。每個星期做35分鐘，還是每天要做35分鐘？每個星期35，一個星期35分鐘。對，是這麼少，但是必須持續了哈。但是你如果是做到140分鐘的話，那麼就可以減少到70%左右。是所以說這個是對的事情啊，對的事情。但是呢，某些錯的事情，你就是你要回避，對的事情並不能夠完全彌補錯的事情了。對，譬如說你血壓有沒有控制好？你血糖有沒有控制好？对，你的基因型不对，那你有沒有特別小心？等等之類的。譬如說還有說，你睡眠有沒有睡好？對，還是你是睡眠是靠安眠藥？等等。所以說，你把对的事情做对了，那是很好。但是錯的事情你不能做。其實我就有資產負債。
那我要增加我的資產，第一個是我要動腦，我要學習，我要這個刺激我的反應，然後呢，我要運動，然後讓我的身體活化，這是我的資產。可是我有很多的這個資產負債，負債的話，你剛剛講的，我的血壓會影響，我的血糖會影響。你曾經提過，就是說阿茲海默症其實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那這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身體慢性發炎的過程，也就是說，其實你在得到了阿茲海默或是得到失智症之前，你的身體其實已經超負荷了，你的身體其實一直在發炎當中，是嗎？是沒錯哦，這個慢性發炎，我們一般想到發炎，就想到說啊，我什麼地方紅起來啦，有長膿泡啦，什麼是那個叫急性發炎。我們要講的不是急性發炎，是慢性發炎。所以慢性發炎呢，它當然是我們可想的是嘛，跟一些病菌嘛，那個毒素有關係嘛，對不對？哦，可是有很多其實是我們體內的東西造成發炎啊，比如說壓力。哦，比如說血糖太高，會造成我們身體裡面的蛋白質變性。對，那這變性蛋白質會讓我們發炎。哦，那這種發炎就是好像是溫水在那邊這邊煮青蛙哦，溫我是对对，那這個是造成我們身體很多的問題。所以我血糖過高不是只會我會肥胖，不是說我今天會得到糖尿病，是你的如果血糖太高，它是一個直接導致這個失智症的原因。對，我們現在講哈，那個血糖高哦，那個我們都聽過嘛哈，比如叫做糖化血色素嘛。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是什麼？糖化血色素就是說血色素，它是個蛋白質，就是我們紅血球裡面的蛋白質，它就是對我們的氧氣啊運輸有幫助的嘛。好，但是我們血糖高的時候呢，血糖會讓這個血紅素的這個蛋白質糖化作用。其實糖化作用在我們日常生活非常常見。譬如說，我們吃牛排的時候呢，他去烤牛排嘛，对不对？對。叫我們叫做梅納反應。梅納反應就是糖化作用。我們有時候想要吃那個日本醬菜哈，塔古旺對不對哈？那個大羹那個東西嘛。對。那吃起來它就是那個東西去泡糖水嘛。所以它這樣子做的時候呢，它就會產生糖化作用。對。那這種糖化作用呢？就飲食而言是好吃啊，味道很美。對。可是那個東西如果是那個蛋白質，如果是你自己身體裡面的蛋白質，那個這個蛋白質就壞掉了，會壞掉。那這種壞掉的蛋白質呢，它會引起發炎。那我們全身地方的蛋白質都壞掉了，你會發炎。我們現在講一個例子啊，就是說大家對這個我們身體裡面的那個蛋白質糖化哈，可能不太了解。我現在講一個有點毛骨悚然的例子好了。我們可以看到說。嬰兒的骨頭是白色嘛？對，骨頭是白色嘛它乾淨了嘛可是你看看我們老年人死掉以後呢，我假設有機會我們去撿骨，灰色，你看到土色嘛？為什麼？就是因為它骨頭裡面蛋白質糖化作用嘛。所以我們從顏色可以看到，所以我的血液中的糖分越高，代表我整個人都泡在糖水裡面。對。那我如果血液的糖分越高，我就泡在糖水裡面，我的糖化的這個程度就越高。对。那我就等於是被醃汁。對，沒錯。我的人在醃汁當中。對，這個醃汁東西就是因為你不是食材嘛，食材要好吃嘛，可是人的話會引起發炎。對。所以我要去避免我的這個失智症或者阿茲海默症。第一個是我的血糖一定要降下來。對，我們要血糖真的有那麼多問題。那血糖問題剛剛講到，你要避免慢性發炎。對，慢性發炎就會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很多人都說，你要去照，因為之前好像蠻久有去照這個正子有去照腦袋，去看你的腦袋有什麼。那照腦袋其實有個叫做類澱粉蛋白。對，你有沒有提到說？因為糖的關係，所以我才糖化以後我就會發炎，這是你身體整個慢性發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你今天就幫我們帶來這兩張圖，這一張圖的對比就是我左邊是正常的，我右邊是失智症的這個圖，右邊看起來有點是吧，它就已經慢慢的空洞化了，也就是說，是因為我的發炎的關係導致我的整個空洞化吧？對，我們發炎的來源它是有很多種了哈。剛剛講到說那個血糖高那個引起的是它是一條路徑，另外一條路徑就是你前面提到的，貝塔類澱粉。那貝塔類澱粉它也會引起發炎，它甚至會讓腦細胞死掉。對，看起來相當的毒了哈。它讓這個附近的腦細胞死掉，所以說腦的容量體積就會縮小了，所以看到整個腦就會變成扁掉了。對，就是說我們如果在市場上我們看到說賣豬腦，可以看到腦回其實蠻飽滿的嘛，對不對？
中間的就腦回路回路之間沒什麼空隙嘛，對，緊密在一起。但是呢，阿茲海默病人呢，他會因為腦的容量減少了，所以說這個腦回路之間呢，它會拉開的，對，空隙會多。所以我們看上面圖就是這個意思啊。所以說那個我們可以看到腦室變大了，腦回之間的空隙也變大了。對，可是我弟說，它萎縮的原因是什麼呢？是萎縮的原因是因為發炎，是因為糖尿病，是因為我沒有是因為什麼原因呢？啊，那個是這樣子啊，就是說腦細胞死掉，它就會讓它變成，所以那個都是腦細胞死掉，腦細胞死掉關係，腦細胞死掉，所以說容量減少了嘛。對，啊，腦細胞死掉，剛剛就是說有毒物嘛，有毒物，有傷害，对，有發炎。那發炎的來源有很多個，是剛剛講血糖升高的造成的是一個來源，對，貝塔類澱粉是另外一個來源，對，那我們一直以來在醫學裡面都強調是貝塔類澱粉，沒有錯啦，貝塔類澱粉這是一個很有名的里程碑啦。1960年，德國的醫師對這個老年失智這個很有興趣，他把那個一個50多歲的婦女，那個因為失智死亡以後呢，把它做解剖，看到腦袋瓜就長這個樣子，對，然後顯微鏡看到呢，在這個灰質地方看到有很多的蛋白質的那種斑塊，對，那因為說這個就是用來診斷這個老年失智的一個重要的一個標記，因為那個醫師叫做阿茲海默，所以我們叫做阿茲海默症是這樣來的。對，那好，那現在我知道，等於說我今天的空洞化。我在这個腦室剛剛在對比這張圖，你看左邊正常的它就是非常的密，右邊的失智的是它就等於說中間的空隙就變得非常大。那你說這是因為腦細胞的死亡，因為腦細胞的死亡它的空隙會那麼大。那腦細胞死亡的原因在剛剛講，糖是一個原因，糖是個原因，發炎是一個原因，那還有什麼原因？剛剛就講貝塔類澱粉是一個原因，對，貝塔類澱粉。好，現在問題是說，貝塔類澱粉它是個蛋白質嘛，對，那蛋白質知道來自於基因嘛。基因每個人都有啊，對，怎麼會好端端的說你那個基因表達貝塔類澱粉，然後變成斑塊來害自己的腦細胞，這不合理嘛？為什麼？因為說貝塔類澱粉分泌出來的時候呢，它本身有它功能，它是可以用來殺菌的，可以用來吸收重金屬的，對，那現在說你如果有不停的去挑戰它。有感染挑戰它，有重金屬挑戰它，它就分泌很多嘛，來保護你。对，保護完畢以後呢，那這些怎麼辦？這就變垃圾了，就累積在你腦袋裡面，然後就反過來殺你的腦細胞了。所以它的回旋還是因為你發炎，我要打抗發炎，抗發炎以後我會產生很多垃圾，垃圾又留在我的腦子裡面，然後留在這些垃圾裡面就開始又侵蝕我的腦子。對，它會變成一個回路。是，沒錯。那這意思我們知道說您也是基因檢測的一個專家，那你也做了很多的基因檢測，那您自己對這件事情也非常關心，就是說你自己要預防這件事。對，好，那預防這件事情說好，那有人講說，那它會不會是天生的？有人會說這個阿茲海默症或者失智，它其實就是一種這種基因的問題，是我遺傳的問題。如果我有這個遺傳，我有這個基因，我跑都跑不掉。啊，那這個問題很好哈，這個就是很多人關心的。我們剛剛提到貝塔類澱粉。那個就是我們正常的基因製造的這種蛋白質嘛，只不過說後來這個變成垃圾嘛，好，但是呢，如果這個基因，這個貝塔類澱粉的基因產生突變，那麼它產生以後呢，正常的管道無法清除它，這個本來是可以清除，只是累積太多變垃圾嘛，現在是無法清除，對，所以它是通通變垃圾，那麼這種現象出現的有這個基因突變的人，那麼他一定會發病，對，一定會發病。那是哪時候發病？在65歲之前他就會發病，所以我們叫這一類的我們叫做早發型阿茲海默。對，那跟這個有關係的基因有3個基因。那我們現在都可以驗了，有3個基因。3個基因。如果我的身上檢測有這3種基因，我非常可能在65歲以前就發病。是的。那哪3種基因？這個3種一個叫 APP、PS1、PS2 這樣子啊。我這個名字不重要了，你知道有3個基因就好了。對，那如果這樣的話，那我不就
某種程度來講，我就被詛咒了嗎？那等於說我如果真的我有這3種基因，我一定會得，還是我有逃避的可能性嘞？不过是這樣子啊，那個不是你如果真的有那個基因突變的話，你是一定會得病，因為它叫顯性遺傳。哦，啊，顯性遺傳就是你有這個基因，你發病那個發病率很高。對，哦，你終其一生你只要活得夠久，哦，它會發病。哦，但隱性的話它是不會發病。哦，那它會傳給下一代。但是這個突變是屬於顯性的。所以會發病，但是問題是說，這個突變怎麼來？來自於你父母嘛。我們人每整個基因它都有2個拷貝，對，2套嘛，一個來自於爸爸，一個來自於媽媽嘛。哦，必須說有一個拷貝是壞掉嘛。就是說你如果你的父親或母親，哦，他在65歲之前，對，他就有阿茲海默，對，你要強烈懷疑他有這個基因突變，所以說你有可能會傳到他的基因，當然也有可能不會嘛。那我們常常講早期治療、早期預防，就早期預防、早期治療，我可以。那如果我早點知道，你剛才講65歲以前會發病，那如果我早一點知道，我40歲知道，我可以用各種方法來逃避嗎？還是那你無從逃避起？那個基本上我們講難聽的，目前為止是無從逃避，但是你可以提早規劃。你可以提早規劃。假設你知道你有這個基因突變，對。你是不是在你生小孩子的時候呢？哦，你可以謹慎一點。哦，你可以在那個胎兒的時候做產前檢查。是。哦，不要讓這個帶有基因的精子或卵子傳給下一代。对。哦，這你可以做這個事情嘛？哦，就是所有的厄運到你這一代為止嘛。對。對不對？啊，你自己可以提早規劃。你知道你65歲以後呢，大概就是不省人事嘛，對不對？哦，你可以提早規劃。可聽到你這樣講，讓人家覺得有點沮喪。居然有一種東西沒有辦法處理。現在不能處理了，但是我們知道科技越來越進步。我們說基因的剪接、基因修改，將來可行嘛？對。現在是在實驗室的，但是以後一定可以變成臨床可以用。是。好，那另外也提到，就是現在也很多人講說，這個失智的狀況跟睡眠是有關的。我們看到比爾蓋茨是一直在提倡這件事情，因為他的父母有失智狀況，所以他就去研究這個失智，他就發現說，原來他跟睡眠是有非常高度的一個關係。那現在也有醫生出來講說，你是吃了安眠藥的，有做統計，吃安眠藥比例越高的人，你得到失智的幾率是越高。那到底是因為你睡眠不好，還是你吃安眠藥的關係，都會導致你造成你的失智？啊，我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要先退回來想說，我們現在講的情況是屬於晚發型，不是剛剛講的早發型。哦，早發型就是你得到那3個基因之一，啊，你就是認了，哦，那就認賠了。啊，但是這種早發，但你說那65歲以前都會發生？對，但是這個比例不高了，哦，這個比例不高，哦，那大部分的失智是屬於晚發型的，就65歲以後發病的。是。那這個時候呢，就是晚發型的，他有沒有跟基因有關係？我們也不用自己嚇自己，因為有那3種基因的人是非常少數，很少。OK 啊，那大部分人失智是屬於晚發型，晚发型就是65歲以後發生的啊。那65歲以後發生的呢，跟基因有沒有關係？跟基因有沒有關係？有。那個基因呢，當然好幾個啦，其中最有名的研究最多的基因就叫做 APOE4。APOE 是一個基因。這個基因呢，它因為上面的那個 DNA 序列不同，所以有2號、3號、4號。那這個 APO 基因呢，我們看看說，人類演化之前叫猿猴嘛，猿猴也有 APO 它也有但是猿猴沒有 APOE4號，它沒有4號的4號只有人才有，人才有4號的它也是從這個 APOE 的原型演化出來的。演化出來以後呢，這個基因其實是對人類是有幫助的。演化是一定是這個基因會這樣變化，一定對人種是有幫忙，它才演化出來的。對。猿猴它是它的飲食我們人類的演化的時候呢，飲食改變嘛。從比較吃素改成比較吃荤嘛。對不對？因為開始吃比較油嘛。对。所以說。這個 APOE4 呢，它是對我們糖類的代謝，它會比較低，對脂肪代謝會比較高，所以讓我們人可以適應。對，那另外呢，APOE4 呢，它可以降低我們的感染，比如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上，我們看到，這個C 型肝炎，對，你如果是 APOE 的話，APOE4號
ApoE4 的話，你得到 C 型肝炎機會就比其他人低。它是有保護作用的，是有保護作用。那為什麼我有我會用4次？对，這問得很好。所以你有這個保護作用哈，它對那個我們那個人類的演化的時候呢，可以讓我們的那個生殖提高，是沒錯。對，所以對我們人類演化是有幫助。但是呢，那個是人類演化就是要繁殖後代嘛。對。那原始人而言，繁殖後代以後呢，也差不多也掛了嘛，對不对？年紀不會很大。對。可是現在人是會不一樣啊，活到80歲。現在長壽了嘛，對不对？那我們現在會在乎生殖嗎？不會嘛，現在都少胎嘛，現在不生孩子嘛，對不对？那等等那個，所以說 ApoE4 的它的優勢好像就沒了。沒了。那它的劣勢呢？防止感染的優勢沒了。对，那反而它的劣勢就出來了。它劣勢是什麼？劣勢出來就是說他說讓我們的腦袋瓜對糖類的利用比較降低。那你比較降低，那才會產生後果。但是我們不曉得，我假設我 ApoE4 好了，我不曉得，我還是一樣吃很多糖。那這就不對了嘛。就如果我有 ApoE4，可是我的腦袋裡面沒有辦法消化這麼多的一個糖，沒有辦法處理這麼多的糖，然後那個糖你剛剛講的，它的發炎的指數對我的這個腦袋的這種腦細胞死亡的比例，它就會增加了。對，我現在舉個例子，我們腦袋瓜那個腦細胞呢，它利用葡萄糖。絕大部分腦細胞就是你有多少，我都照收。對，有一個說法，我們好像20%的能量都是在腦袋。對，就是說腦細胞就是說你有多少葡萄糖我都用。這個就是第一優先的燃料。但是呢，某些腦細胞呢，它需要胰島素的幫忙才能夠進來的。譬如說我們最常知道的就是控制記憶的那個海馬回嘛，它就是需要胰島素的。好，我們正常的細胞呢，是所有那個葡萄糖進來，我們都可以照单全收利用。但是有 ApoE4 的人，他進去的效率不好。所以說，你雖然跟別人吃一樣多的糖，可是腦袋瓜能量不足啊。对，它进不多嘛。所以呢，你會吃更多的糖分嘛。你吃更多的糖分去彌補嘛。對，你吃更多的糖分以後呢，你就會造成胰島素增加。胰島素升高以後呢，就會讓胰島素通過 BBB， 就是血腦屏障的那個通過率下降，所以說你的海馬回得到的胰島素就會減少。對，所以海馬回得到的葡萄糖更的少。所以你說這個是晚發型的這個失智症，它就有一個 ApoE4 的這個狀況。對，那剛剛還是回到說，那有人講說，人類也有一個清除我腦袋的這些等於說雜物的這些能力，就是我在睡眠的時候。對，所以為什麼睡眠這麼重要？那睡眠等於說，只要如果我沒有辦法深層睡眠，我的睡眠時間到底要差多少？是在怎樣的狀況下，這個睡眠跟失智會有關係？我們腦袋瓜會產生一些廢物嘛？這些廢物我們如何清除？這個東西我們以前都一直無法了解，因為我們身體有淋巴系統，腦袋瓜沒有淋巴系統。那後來發現說，腦袋瓜的它有一個類似淋巴系統了但是的結構是不一樣的了。那概念就是說，當我們在那個深睡的情況之下的時候呢，那個我們腦袋瓜它會縮小，縮小以後呢，就讓細胞之間的空隙拉大。拉大以後呢，那個廢物呢就可以隨着那個擠出去，流出去。這個東西，這個是我們腦袋瓜裡面一種特殊清除廢物的系統。對，好，那你如果睡眠不好，它這個過程它就會減少嘛。說那睡眠不好，那我就吃安眠藥嘛。对，安眠藥可以讓你睡着，沒有錯。可是呢，它這個清除效果呢，它打7折，打折。所以清除效果不好。你如果偶爾一天沒有差，你第二天補眠你會回來嘛？那你做長期的話，就是那廢物清除的就是效果不好，所以腦袋瓜裡面會有一大堆廢物。那我要睡多久，我的腦袋瓜才可以清除得乾淨嘞？很多人問這個問題。其實睡眠通常講7小時，其實它的品質是最重要的。對，我們在深度睡眠的時候呢，是清除
你其他深層睡眠是清除雜物，所以我就算睡了10個小時，如果因為我們現在都會戴手錶，手錶都會告訴你的深層睡眠嘛，我就算睡了10個小時，可是我的深層睡眠只有30分鐘，那也是不夠的。當然就是你看时間嘛，是30分鐘，當然是比10分鐘好嘛，對不对？當然比40分鐘就差了嘛。所以說深層睡眠是重要的。我們大部分的是睡眠的時间呢，深層睡眠其實是短的。对。所以說我睡眠長，當然理論上比例上會增加了，但是這個不能按照比例了。是，所以是不只是你的睡眠時間，你的睡眠品質？那有一種是我可不可以分段？就是說我今天晚上我沒辦法，那我中午睡多一點，要不然有是說我今天白天周間我睡不好，那我到了周末我特別補眠，那我補眠補好一點，是不是也可以彌補之前面的沒有辦法把腦袋清除的這個問題？這個有補是比沒有補好，但是這個不能夠替代正常睡眠。正常睡眠是最重要的。就是說睡午覺是 OK 的，但是晚上睡覺的時候你不能把它片段化。对，因為片段化就無法達到深層。所以你晚上時間到了一定要睡。那你有深層睡眠的絕招嗎？我怎麼樣可以深層睡眠？對，這個是另外一個話題，但是很重要了哈。那個我們睡覺是這樣子哈，就是說我們一般人就是睡覺的時候會出現2個問題，第一個就是說難以入睡，第二個就是中間醒來，對，回去然後你會睡不着。對，我現在就是這樣。那這個東西基本上是這樣子哈，就是說，很多人會用很多絕招啊，但其中也可以看到一個事情，你為什麼上場你會睡不着？為什麼你半夜醒來，然後你回去睡覺之後你會睡不着？因為你發現之後你的腦袋跟輪子一樣轉得非常快。對。那些各種想法出現了，各種東西出現，是那個東西干擾你睡眠。可是我壓不住啊，压不住对，這個壓不住，那個是可以壓住的，那是可以壓住的這東西是那個東西，那個想法呢，來自於我們腦袋瓜的另外一個系統，叫做 DMN 系統那個系統呢，就是讓我們做白日夢，讓我們反省自己讓我們檢討自己，讓我們產生 idea， 讓我們發呆那個東西那是我們腦袋的一種那個時候既定的模式就像電腦裡會有 default system 一樣嘛它這種先天的那個模式是這樣子那個模式干擾你睡眠所以說你要如何讓那個模式安靜下來？那怎麼安靜？怎麼安靜？我們大家聽過有那個冥想打坐嘛，對不对？冥想打坐幹的也是一樣事情，就是讓那個系統安靜下來。安靜下來所以冥想很重要。對，你用同一套邏輯做，但是因為很多人他因為冥想打坐的那個方法做錯了，对，所以說反而越做越難睡。其中一個東西譬如說，當然我這個講詳細可以講很多了那其中有一個就是說，很多人講說，我打坐冥想的時候要控制呼吸嘛對，控制呼吸。你越控制呼吸，你就越難睡着。不是，所以打坐的時候不是控制呼吸，那是控制什麼？你是不是控制呼吸？你不能控制，你是去注意呼吸。你注意呼吸就好了，你不要控制，你控制你就會睡不着。注意久了，一下子你就是昏了。所以现在什麼吸4秒鐘停，吸7秒鐘停4秒鐘，再吐8秒鐘，再吸。我每次一這樣吸，我的整個人就清醒過來了。沒錯，我就醒過來了。那個方法錯誤，這個方法我們那個它這個叫調息調息是為了另外一個目的打坐的用的不是調息。好，那我們今天談是真的，你剛剛講一個最核心就是慢性發炎。對，糖尿病是慢性發炎。你今天晚上睡眠不好，就等於說你腦袋的雜質不能清除。那你還舉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你說刷牙，而且一定要用牙線。大家都沒有想到說，你原來你的牙齒保持清潔，你定時用牙線，你刷乾淨，這跟你的失智症也是有關係。對，我們講到這邊的時候呢，就是我們剛剛提到說貝塔類澱粉。那個斑塊，現在主流醫學認為說那個斑塊是造成那個失智，這個當然沒錯了，但是問題是說那斑塊怎麼出來嘛？對，斑塊出來的原因是說那斑塊它是正常基因，不是突變基因不是突變是正常基因的產物嘛。那正常基因的產物，它產生幹嘛？它是產物保護我們自己嘛。好，保護我們自己，其中一個東西就是說。
我們的發炎反應，我們身體上發炎反應，哦，你可以長膿泡，哦，對不對？是 OK。可是腦袋怎麼可以長膿泡？對不對？你就腦膜炎了嘛，對不对？所以說，任何細菌呢，任何那個霉菌等等之類，進入腦袋瓜，我們會有第一線的東西去處理，那就是貝塔，但不能講貝塔列點嘛，說貝塔列點的前身了。對。哦，那分泌的蛋白質，那個蛋白質呢，它是可溶性的哦，所以說。它可以去抑制那些細菌，它可以抑制細菌啊。但是說你如果3不5時就去挑戰它，它就分泌；3不5時挑戰它分泌，对，啊，最後呢，這分泌的一大堆，它就會結塊嘛，所以說，好，所以說我們要降低去刺激它，不要一直分泌嘛，對，啊，那個刺激就是感染，就不要感染，不要感染，什麼地方感染？那個我們身體的地方感染要通過那個血腦屏障。那是不簡單的事情嘛，但是呢，牙齒、口腔，血管進去就很快。对，啊，那因此口腔的細菌感染呢，哦，我們不要講細菌感染，說口腔裡面有多少細菌，口腔裡面的病菌，啊，或者微生物啦，微生物有900多種，哦，他們在裡面和平共處，哦，那但是呢，我們如果口腔如果是有傷口。哦，那比如說牙周病，它一定有發炎嘛，一定有傷口嘛。你刷牙刷太用力，哦，又出血，有傷口嘛。哦，出血就是傷口。對啊，你沒有傷口怎麼會出血呢？嚇死我。OK，我們說好，我們說，今天我來刮舌苔，你刮舌苔，問一下啊，你拿刷子刮你皮膚，你刮了以後，其實是不是有小傷口？不能刮舌苔，不能嘛，你刮了都有傷口嘛。哦，這些傷口呢，就讓細。我每天刷牙習慣會用牙刷把我的舌頭刷一刷，你說這不行？不行。哦，待會教你怎麼清潔。OK。哦，你想想看嘛，你皮膚拿牙刷，我今天才知道我做了很多錯事。所以我就回到第一個事情嘛。你剛剛說，那些名人他做對事情，為什麼還會得阿茲斯是因為錯的事情他沒有回避嘛。對，他做對了，但他也做了一些錯的事情。對啊，那譬如說你說啊，你刮舌苔就是錯的事情嘛。不能刮舌苔。好，這些細菌呢，它會經由各種傷口進入我們腦袋瓜裡面，對不對？那進腦袋瓜以後呢，我們腦袋瓜就會分泌的那個貝塔類澱粉的前身哦，去抵抗它嘛。對。啊，多了以後呢，它就會結塊嘛。然後傷害腦細胞嘛，所以讓你產生阿茲海默嘛。好，那我們要減少細菌進去。當然就是第一，你如果是有牙周病，對。一定要看牙科，把它清得乾淨。這東西不能忍，說哎呀，這個小洞我可以忍，所以不要忍。牙周病很危險，它副作用很大。對，很大。你知道我有一個好朋友馬西平，他不是腦袋，他是心臟，他的心臟整個發炎以後，他的心臟外面結了一層痂，他後來是開刀把那外面那一層心臟病的心臟的痂給拿掉。後來他說他一直搞不清楚他心臟怎麼會有問題，他也很健康，他也運動，他也說，後來他說他找到了，他就是有一次治療牙齒沒治療好。他說那個牙齒的細菌呢，就是跑到他的心臟，就讓他的這個什麼心膜炎、瓣膜開始發炎。對，所以你牙齒沒弄好，是會跑到腦袋，也會跑到心臟。對，他全身都會跑，全身會跑。哦，所以說這個牙周病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好，但是你說我沒有牙周病啊，我牙齒我都是定期會去保養啊，反正現在健保就是讓你覺得這很便宜嘛，是可以做。好，那大家忘掉了舌苔。哦，我們口腔裡面。細菌大本營，一個就是你發炎的牙齦嘛，牙周病；一個就是舌苔。舌苔上面我們看到說那個白色的啦，或者是黃色啦，深黃色，那個東西是什麼？那是細菌。細菌上面結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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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疊在一起，那不是應該刷掉嗎？好，所以你要把它去掉。對啊。好，你要怎麼去掉？不能夠用刷，一刷你舌頭上面就有傷口，那細菌就進去了。所以怎麼做？很簡單，你可以看到說啊，你們家有小 baby， 當年在他那個 baby 他在吃牛奶的時候呢，牛奶喝完，舌頭白白不是嗎？對。請問你怎麼幫他弄？拿紗布。紗布對，紗布不是牙刷刷它。紗布你要沾上液體，你不能乾的對不对哈？沾上液體以後呢，把它磨就把它弄掉了。是用紗布做？也怕紗布。我還用電動牙刷我覺得我那樣才可以刷得乾淨。就我今天才知道我做錯這麼久的事情，是做錯事情啊，嚇死我！那你那個紗布呢？就是你抹東西啊，當然你要抹什麼液體嘛？當然液體一定要液體，不能乾紗布。對，什麼液體？就是說你上面液體呢，跟你的舌頭細胞
的細胞膜越接近，它就傷害越少嘛，對不對？對，那個我們細胞膜是脂肪嘛，所以你要用油，用油。哦，那個，當然說啊，我可不可以調的說那個油跟我們人類的細胞膜接近？當然越接近越好了。哦啊，因為你如果不接近啊，起碼是油性的也 OK 了。那什麼油嘞？沙拉油？你如果簡單的話，你就用，我自己是用調的，調的油。調油。哦，我以前自己調的，後來我就跟人家買現成的了。哦，就是說你盡量，因為我們細胞膜上面是很多蛋白質，对，哦，但基本上它是2層的脂肪構成的，哦，它上面其實說那個脂肪是非常重要的，是啊，那因此呢，那個油的油性跟它越接近，就越好了，哦，但是你不行的話沒關係，你就用市面上的隨便買橄欖油也可以了，哦，對，哦，那總比鹽水好了，總比鹽水好。好，那我們這樣談這邊，一開始提到說，這我們因為我們都會做檢測。做這個體檢，那體檢裡面當然講的，你的這個血糖不能太高，你的糖化血色素不能太高這個部分。可是我也會做 LDL 啊，我也會做這個所謂的這個血脂啊，我會做很多的檢測，或者包括尿酸，這些也會影響。就除了我每次看我的健康表，那我到底只有看血糖，還是其他地方我都要很注意？好，你剛剛提到一個尿酸啊，這東西哈。其實這個東西跟我們阿茲海默是間接有關係，是間接有關係的指標啦。尿酸來，我們現在講一下尿酸怎麼來的哦。很多人都認為說啊，尿酸我就是吃太多豆腐啦，什麼魚啊蝦，不是，那個是原因之一，但是更常見的原因是來自於果糖。啊，因為果糖我們吃進去以後呢，我們全身都不能夠代謝，哦，最主要代謝的地方就是肝臟，它進去肝臟的時候呢，它就是那個就是如入無人之境了，哦，進去，你有多少進多少，而且呢進去呢是要買門票的，都要耗能的，好，它就一直耗能，所以耗能以後呢。我們能量就是我們大家聽過嘛，叫 ATP 嘛，對不对？對 ATP 啊，那 ATP 我們正常情況 ATP 用了以後再還原回去嘛，对不对？它因為耗了太過度了，它回不去了，它就一直 ATP 變 ADP 變 AMP， 然後變 IMP， 然後就最後就變成尿酸。所以尿酸過高是因為水果吃太多，果糖吃太多，所以尿酸高。難怪我的尿酸很高。你吃水果嗎？我吃水果啊，對，很多人不曉得，哎，對。不過這東西我也不能太大聲講，因為這那個賣水果的人就不高興嘛，哈，所以我們自己知道就好了。哎，我們前面你知道可怕在哪裡？你現在告訴我東西都是以為我覺得我很健康的事情。那我覺得我在做我很健康的事情，結果搞了半天那個對我來講都很可怕的事情。我每天都很認真刷牙，而且我還很認真刷我的這個舌苔。就你跟我講不能刷舌苔，當我覺得吃水果是安全的，是對我的有健康的。可是你又跟我說水果吃太多的尿酸會增加。對，這好。那另外就是我們當然講到現在很多人。好，那現在就這樣子。好，我們現在回來講阿茲海默。好，我們如果血糖我們如果血糖很高。哦，讓我們腦袋瓜裡面的血糖升高，啊，血糖升高，然後我進去很多嘛，對不对？因為你吃了，然後最後終究還是會進去腦袋瓜裡面嘛。好，我們腦袋瓜，哦，我說先講說，我們吃很多的果糖可不可以經過血腦屏障 BBB， 去供應腦袋瓜？不會。你知道，我們天生演化出來的血腦屏障 BBB 就是讓果糖不能進來的嘛，所以表示果糖有害嘛。啊，有幫助，有幫助，你為什麼不讓它進去？就不讓它進去嘛，對不對？好，所以我們腦袋瓜裡面是沒有果糖的。好，但是呢，如果你進去的葡萄糖太高，葡萄糖我們再說，我们現在講一般血糖正常的高標就是100嘛，哈。對。好，在這種高標的情況之下。葡萄糖有3%會變成葡萄糖，所以說我們進去腦袋瓜的是葡萄糖，但是有一部分會變果糖。對，好，但是呢，你如果血糖進去的很多時候呢，它就不是3%了，它就很多%了。好，那果糖就讓腦袋，果糖進去腦袋瓜，那它會做什麼？其實果糖對我們全身細胞都會造成一個東西，它是耗能，它極度耗能的東西。所以你會覺得
能量不足，腦袋瓜能量不足。那曾醫師，你吃水果嗎？我偶爾吃，偶爾吃，就是解饞的時候吃一下哈。因為說這個你說完全不吃的話，就是這個違反這個人性哈，你就無法持久。你要持久做一輩子事情呢，一定要符合人性，所以可以允許自己偶爾爽一下這樣子，偶爾開心一下子。好，那講到這邊，當然你就會講說，我們會不會自己嚇自己？因為講說你其實很多事，其實它就是一個正常老化。那有的是當然就是不幸的是失智。那我要怎麼樣子不要自己嚇自己？怎樣的狀況，比如說我出現什麼樣的狀況，那是失智。那我怎樣的一些狀況，其實那只是正常老化，你其實不用自己嚇自己。對，好，我們再看一下哈，就是說我們看走路。就是說，因為運動嘛，運動最安全的方法就是走路嘛，哈，所以說走路，我們年輕時候呢，那個步伐很大，速度很快，可以快走。好，上了年紀以後呢，你可以注意到，其實你的步伐會變小，對，速度不會減慢，但是步伐會變小。所以說，你跟年輕人在一起走的時候呢，走一樣的快，可是你發現說，他們走沒幾步，你走好幾步嘛，對，因為步伐的關係，步伐短，好。那你如果這個正常老化，所以你不要因為這樣子害怕。但是呢，你如果是失智之後呢，他步伐呢，他就不會快了，他不會快，那可能甚至於連啟動的時候呢，都會慢一點，好像有磁鐵吸住一樣，磁鐵好像磁鐵吸住了，你磁鐵的那脫離磁鐵的那個吸力以後才會快起來，那種感覺。好，你如果覺得說好像啟動比較難，對，這是有問題。好，然後呢，你因為走路的時候呢，你就快不了。快不了呢，然後呢，你的步伐呢就會忽大忽小，忽大忽小，忽大忽小這樣子。那不是一般認為就是老化，就是肌無力才會這個樣子嗎？對，所以說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叫鑑別診斷嘛哈。當然說他說你關節不好，關節也會這樣子嘛，對不對？對。等等，所以說這就是說你如果你有這個都現象的時候呢，你就需要做下一步嘛，你請醫師幫你判斷是這個問題。好，那有人講說，如果有人一直重複講一件事情，然後不斷的重複，然後呢，或者是說他的情緒突然出現了很大的變化，比如說很溫和的人突然變得很暴躁，或者很聒噪的人突然不講話，這種也是一個失智症的前兆嗎？對，失智前兆哈。那個失智前兆就是說，我們講過的話哈，這種是過了一下子，過了應該說幾天以後呢，你忘掉你講過，因為這種是短暫的記憶，是存在海馬回嘛，你海馬回。那個細胞死掉的時候，你沒辦法存儲，所以你會忘掉你講的。當然這是真的忘掉了，不是故意的，故意隱瞞。我講過，忘掉我講的哈，這不遵守承諾，這是假的。我們都講真的是忘掉的，這是一個現象。對，好，那有一些失智呢，他是記憶很好的，但是他情緒是改變的。也有這個，所以情緒改變，它也是一個失智的現象之一。所以說，一個人。平常就好就好人一個嘛，什麼現在年紀越大脾氣越暴躁，對，這個好像是情緒跟小孩子一樣，我們知道檢討是不是這個問題。是，那另外一個是說，像馬總統的例子就是說，他在訪問的時候，他會一直重複某一件事情，一句話會20分鐘，一個問題重複了4遍，一直重複某一個問題，那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警訊嗎？對，這是一個值得注意警訊，除非他是說重要事情要講3遍嘛，對不對？那這不重要的事情你也要講5、6遍，那這有問題了。對，好，那最後就是剛才講的這些，當然除了說我有一些基因，剛才講的3個基因，那真的沒有辦法，那後面其實都是可控的，你只要預防。然後剛才講，我如果40歲或者是50歲。因為現在人越來越老了，那像您這樣的專家，你怎麼告訴說，我如果現在40歲、50歲了，我或者開始步入了這個中老年了，我要怎麼辦？我要怎麼注意？我怎麼預防不要去走上那個失智這條路？對，我們首先就是要確定一個觀念，我們現在很多人的對於失智的了解等等是來自於主流的醫學，正常的那個醫學中心的講的醫學，他們重點是要教你怎麼治療了，早期診斷，然後治療嘛，講這個，他沒有教你預防，對，沒有教你預防但是你想想看，你就算治療成功好了，失智它不會逆轉回去了。為什麼？腦細胞死掉，它就死掉了嘛。我們人死不能復生，你怎麼可以期望腦細胞死掉會復生呢？不可逆，對不對？那因此呢，它有這個限制在。那因此呢，我們對失智呢，我們就不能夠讓它死了。希望他復生，是連死都不要死
所以你剛剛提到很好，20年前我們就開始注意了啊，65歲之前20年，40歲40多歲你就開始就不要感染，你就很多東西你開始注意，感染要減少。好，然後運動你要做等等之類的哈，然後睡眠要睡好，然後那個都有一些訣竅嘛哈。另外一個東西就是飲食很重要，飲食啊，那飲食的錯誤呢是這樣子，我們知道說，現在不是有最新版的那個美國飲食指南嗎？對不對？要強調蛋白質啊，對啊，其實啊那個你看強調蛋白質是看到表象而已的哈，它其實是以前的是說正三角形，什麼正三角形？就是說。碳水化合物、穀類這東西呢最多，對，放底層最多，對，然後其他慢慢掃上去嘛，叫正三角形嘛，那所以說脂肪啦、蛋白質啊都是少，那現在那個新版的他們就是說你這個理論基礎錯掉了，那因此呢改版以後呢變成碳水化合物要減少，就米飯要減少，對，然後麵包要減少，對，那其他東西要增加，所以變倒三角形。所以本來放在最高层的那個，所以脂肪也不是壞事情，对，脂肪不是壞事情，蛋白質不是壞事情，但是呢，因為它改版的關係哈，它強調的就是說，要減少那個超加工的食品的，超加工那加工食品很不好，但是為了避免超加工食品的關係。所以說它對於飽和脂肪還是有某種程度的限制，因為你飽和脂肪你如果沒有限制，你一定超加工食品會吃多，所以這一步一步來但基本概念就是說，那以前的那個正三角形的觀念，就是因為說那個飲食指南是1980年才開始出來的嘛，那1980年出來之前是因為說美國參議員麥高文他說我們美國的飲食的指標是什麼？那因此呢。過了幾年以後才有飲食指南嘛。當初的目的呢是要減少美國人的心臟病、心臟死亡嘛。為什麼要減少？因為美國人他們有2個總統一個是羅斯福腦中風，對，一個是艾森豪心臟病，一個在1945年，一個在1955年，所以這東西是一個很大問題。2個總統都有心血管疾病，老百姓慌了嘛，對不對？所以說他們所以說就有提出說怎麼做這個事情。那這個東西呢，答案很複雜，那但是呢，有一派的人他就提出說他有答案了，对，那其實理論基礎其實是蠻脆弱的啦，他提出來就是說因為吃飽和脂肪，吃太多肉，對啊，你那個肉就有脂肪嘛，那脂肪就會造成膽固醇高嘛，膽固醇高就會造成心臟病、腎臟死亡嘛，對不對？那因此呢，美國心臟學會就採取那一套理論，說是這樣做。那因此呢，麥高文那個飲食指南呢，後來飲食指南就是按照美國心臟學會定的那一套，那一套的目的呢，就是要減少美國人的心臟病的，這樣弄出來的。好，1980年開始，每5年改版一次，到現在已經40年，對不對？好，我們看看驗收成果，這個指南好不好？他的心血管疾病。1960年那時候呢，美國的胖子，就是真正醫學裡面定義的胖子。是13%，13%的人是胖子。好，到2000年的時候呢，胖子多少？30%，1倍多。对，到了2024年多少？43%。所以表示你那一套飲食上有問題嘛？為什麼有問題？因為當初倉促的被逼了嘛，被時空背景環境嘛，說你要有個答案嘛，答案就出來了嘛，就這樣子。但是那個是有問題的。好，所以我們現在要按照正確的一個知識。剛才講現在，老天爺現在給現代人類我們走長壽的生命，但你現在發現很多的問題，也就因為你長壽了，過去不是問題的問題，現在全部都跑出來了。我們這兩天講到的肌少症，我們現在講到的包括阿茲海默症，包括的失智症，都是老人年化之後的問題。所以剛剛講，曾醫師講，你現在做其實都來不及。你如果要去做這些事情，你要把時間序往前拖10年。20年，你越早去做準備，其實你做的所有的準備都是為了你10年後、20年後的你來做準備的。謝謝曾醫師，好，謝謝曾醫師，謝謝。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
電視看不到的獨家內容，鎖定 YT 寶傑怎麼說，每週3、4晚間6點獨家上線，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加入會員按下超級感謝，聽聽寶傑怎麼說。